人呢虽然说还没有到，但是沈教授呢是一个是从上海飞过来，另外一个正好腰还不太好，所以呢我们先讲。那么我也不太想多介绍了，因为沈教授呢可能是不用做这个，本身就是一张名片，不用介绍什么，本身就是一张名片。我变名片儿，本身就是一张名片，所以呢，这个我现在不想介绍这么多，但是我其实也没想到呢，就是今天好像我们这个讲座，不论是在我们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这个讲座史上，还是在什么上，可能都得记上一笔了，因为雾霾又这么大，大家呢都是顶着这个雾霾来的，所以是不是感觉是宁可多吸京城10口气，也不能少听沈师一番话，所以呢，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啊。那么今天跟沈教授呢讲这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呢，正好呢就是说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们现在的专业里面，我们有一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这个培养方向呢，正好是不期而合了。那么沈教授呢，就对他近期的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这个方面的这个资料以及历史研究给我们进行一些介绍。那题目呢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现实挑战与历史研究。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有请沈教授。好。今天很不巧，这个早上起来不知道怎么把腰给扭了一下。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年成立了一个周边国家研究院，是因为接了国家一个特别委托项目，做这个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所以听说你们这儿搞了一个什么试验班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历史研究试验班，所以我说是一定得来一趟。刚才我跟高老师聊了聊，说这个第一届招的是吧？第一届招不到30人，20多人。哦，2年了，2个班了，那就等于2届了啊。我是真希望，将来有一些同学可以走上这个专业研究的道路。所以我今天来讲，其实就是给这些同学讲的，希望你们能听进去。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现在这个周边的问题啊，对中国来讲太重要了。我其实原来也不是做这个，只是因为我做了中苏关系，做了朝鲜战争，做中朝关系研究，都是属于这个领域的。所以09年的时候呢，这个总参二部他们找我说是，中央军委的首长对这个目前跟朝鲜的关系感到非常困惑，不清楚怎么回事，不是说我们跟朝鲜这是鲜血凝成的友谊。现在怎么搞成这样？说话人也不听了，让我做这个研究。其实我没有做过，专门做中朝关系。我原来研究朝鲜战争，涉及到这个问题。这样子呢，但是他们当时要求的，说你能不能3个月就给个结果？我3年能给你结果就不错。这研究哪是这个不是照葫芦画瓢就能搞出来的？我搜集档案3个月我都搜集，我至少收集材料得1年，1年能搜集齐就不错。然后你再写研究报告，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我发现这个我们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大。我是3年写出来了，当时那是到了12年，写了10几万字。我大概梳理了一下中国跟朝鲜的关系，从
这个朝鲜战争到这个文革前，后来他们总参二部呢就找了大概10几个人，外交部的、中联部的、安全部的、什么的总参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中国各部门的朝鲜问题专家都来了，说这个结项嘛，是个研究项目嘛，要结项嘛，总要找专家来评议一下。后来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讲，哎呀，说这个老沈啊，说你写这东西，我们都没听说过。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你想想，我们国家的朝鲜问题专家都不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你这个对现实的政策怎么给中央出主意？后来我跑了一下，哎呦，我发现还不仅是中朝问题是这样，你去内蒙古。这儿有没有内蒙古来的？应该有不少。你们这，啊，你们内蒙古的人不研究中蒙关系。我去了内蒙师大、内蒙大学科学院，一了解，没人做。我去延边大学，有延边来的吗？很多吧，不研究中朝关系。真的是这样，新疆的不研究。这个新疆和中亚的关系，哎，不是说没有人研究，他们要不然就是做，明清以前的，啊，最多到民国，要不然就是做现在的，因为现在好写呀，他把网上改了弄点东西就是一篇，那很容易出成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段时期，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没有人做。但是现实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啊，我是不大看报纸，啊，你偶尔听听都是莺歌燕舞啊，这个，啊，多么美好，其实不是这样。我为了做这个研究，我是这个周边跑了一圈啊，里边跑一圈，外边跑一圈，我发现真是中国周边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我去蒙古，那乌兰巴托，你在大街上可以看到日本人开的餐馆，上面哗日文写的，那招牌啊，那个韩国人的餐馆呢，韩文。中国人的餐馆不敢写中文。我问那老板为什么？晚上有人来砸。哎，这还不严重？我后来我租了一个车，我去到那个温多尔汗去，因为我要弄那个林彪摔飞机那个地儿到底在哪儿。其实，因为我是按照那个我在蒙古安全部那个档案馆找了一个材料，它里边有就是当时飞机坠毁的地方，还有很多照片啊，什么写的报告，上面有它那个经纬度，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我就按照那个 GPS 开车去找，找不着，不对。后来费了半天劲，最后终于找着了，和那个当时的他们拍的这个照片都能对得上。这一路呢，得开了1天半。你看大草原，它没公路，正在修路。我就问那司机，这路谁修的？说这韩国人投资，那边那日本人，那边那美国人。我说我们中国高速公路啊，这个技术好，还便宜。你们怎么不引进？说不能要中国人的钱，谁都可以来修，不能让中国人来。为什么呀？
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不知道，反正是我们不欢迎。我想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愿意跟我说就是了。我去一个喇嘛庙，我看人都随随便便出来进去的，我就去了，一到门口给拦住了，买票去。我说我没见有人买票啊，你非让我买票啊？谁让你是中国人？所以你想想，中国人在蒙古人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形象？你再说俄罗斯吧，我们好像现在跟那个普京眉来眼去的，好像关系挺好，实际上也很复杂，特别是在远东这个地方。我就是前几个月去的这个黑河开会，其实我不想去那么大老远的，又倒几趟飞机，完折腾。后来他们说呀，说那个黑河对面，中国叫海兰泡布拉格维申斯克，说那儿档案馆是开放。哎呦，我说那我还可以去，哎，因为现在做周边嘛，这个远东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哎，所以我也想看看，因为其实我去了哈布洛夫斯克、海参崴，包括这个库页岛，我都去了。那个档案馆我都看了，哎，我还真没去过布拉格维申斯克，因为当年那个就是清朝的时候，那是一个到民国的时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口岸，后来就是共产国际那个时候，中国那些革命者去俄国的很多人都是走的这个口岸，后来我就去了，等我到了那儿了，什么都办好了，要过境了，说对面来了个电报，说我们这儿安全部门说，这档案馆不能对沈老师开放。但是我还是去了一趟，去了就不让看嘛，我什么手续都办好了，我也来了，我就了解了一下，到大学里头跟那个老师们去聊聊天谈谈。后来也是，就是远东地区的俄国人呢，对中国是比较警惕的，不欢迎。什么问题？尼泊尔我也去了一趟，尼泊尔呢情况是比较复杂。尼泊尔呢，我去的那会儿那总理是刚上任，然后跑了一趟印度，结果想要的东西印度没给他，这回头说到中国来，哎，你觉得好像是个机会吧？哎，没2天这下台了，哎，又换了一个上来，还是先去印度。所以你看，尼泊尔一个弹丸之地，哎，这个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你很难说他什么时候能够，当然他也不敢惹中国了，是吧？我们去看那个藏民区，一大片都是藏民，59年跑去的，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尼泊尔人。好几万人呐、我在那个西藏宾馆上往下看，一片都是藏人区。后来我们就去到尼泊尔一个警察总监家里去问他，说你们怎么处理这个？他说我们能怎么处理啊？我们又不能得罪中国，但是因为这个是有点关系，所以他讲话还比较随便点我们也不能得罪中国，所以也不敢让他们入籍啊，什么给他们一个合法身份，就这样子，已经3代人了，在那儿生活，越南就更别讲了，越南跟中国的关系，这个大概从70年代后期开始就非常紧张，虽然后来好了。恢复点关系，但是我看主要是表面上的还是。
实际上没有。现在印尼也是很紧张，特别是因为就是65年那个930事件是吧？930事件以后，印尼大规模排华，所以现在他们很担心说这段话，说这段事儿，不让人讲这方面的事情。其实我想去印尼档案馆，就是要找这个当年军政府的档案，就到底这个930事件到底怎么回事儿？他们不让。你再别说什么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了，总而言之，这中国周边都是问题。印度也是啊，这个中亚，所以问题都，反正不是那边有问题，就是这边有问题。所以中国现在周边的环境是比较恶劣的。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其实环境恶劣倒不怕，你可以改变嘛。但关键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这样？你说我们给人钱少吗？也给的也不少啊。你说朝鲜那会儿是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他也不好。你给钱也不是，不给也不是，什么问题啊？到底是？我想，这个现实政策当然是一方面，总的来讲，这个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既不懂游戏规则，也没有外交经验，因为我们要开创一新世界嘛，那旧世界不搭理他，我们不跟你玩。但是过了20年，你还是进到这个体制内了，你还是加入联合国了，早干什么来着？那会儿不跟人家玩，所以联合国什么怎么回事自己都不清楚。我们这个外交官，因为我们是这个我中国的外交官大概两拨人。第一波都是革命家，那都是将军外交是吧？那会儿因为他当时毛主席定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另起炉灶，意思就是你们过去的人都不能信，所以特别像外交部门这样子的，那国民党留下的都给赶走了。阶级斗争嘛，这都是阶级敌人，就信不过他们。但是自己又没外交，你原来没掌握过政权，你哪儿净在山沟里打游击了，哪儿懂外交？所以我们最初的外交官都是将军，都是搞情报的，或者懂点外语的，像伍修权呀，还是有一些这个懂点外语的，但是大部分不懂外语。我记得我去波兰的时候，到波兰档案馆，我才知道，我们最初跟波兰的外交文书都是英文，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一个懂波兰文的，54年才开始培养，更不懂外交。包括你像周恩来聪明吧，也不行。这个东西，这经验啊，都是通过实践。你没有实践，你哪来的经验？跟尼赫鲁谈判都不知道什么是麦克马洪线，也没有历史资料，更没有地图。你说你跟人谈什么？你看现在那个印度档案，当时我们跟这个缅甸谈外交的时候，尼赫鲁跟那个奈温说什么？说你别怕，中国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你就蒙他。所以我们确实非常没有
但是那个环境也有点问题。你这国民党走的时候，把很多重要资料都带走了。62年中朝边界谈判的时候，我看了外交部当时给那个南京二党馆发了个电报，速调关于天池和长白山的历史资料和地图。结果这边找半天，回了个电报告，一份也没有，都让国民党带走了。这说明好几个问题。第一，就这事儿从来就没重视过。你要重视，早10几年啊，解放了，天池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等朝鲜人提出来说天池是我的，这才这赶快找历史资料。结果哪儿找？跑台湾去了，又不是后来通航了，对吧？那会儿也不通航，哎，后来怎么谈的咱就不知道了。哎，你手里没资料，人家有资料。跟印度谈也是这样，人印度地图一张一张的，咱们什么都没有，就到那凭着革命的意志跟人谈判，那哪行啊？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就这方面反映了很多，你们也看档案你就知道啊，这中国这个闹笑话多了。还有一方面，但是后来慢慢积累了，这些老的外交官呢，其实他虽然不懂外语，但是经验还是有的，就是他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搞情报啊什么还是有一套。文革以后啊，就当然这些人也老了，他大部分也被打倒了。虽然后来解放了，就是岁数也大了，出来第二批这个我们的外交官，主要都是搞外语的，大部分都是搞外语的，比较缺乏这个就是政治上的、理论上的，包括这个国际关系方面的这个基本理念、基本的知识，啊，当然跟我们这个制度也有关系，啊，我就不说他名字了，一个一个大国的大使，中国驻一个，那年回国，就当时啊。中央在考虑这个跟苏联的关系是恢复呢，还是不恢复，还是继续要跟苏联对抗下去，所以想听听驻外大使们的意见，啊，说你们这跟他在那边接触有什么意见？后来我说那您什么意见？他说我哪有什么意见，我得听中央是什么意见。我说那你回来怎么汇报啊？哎，汇报容易，我准备2份材料，这个兜里装的就是我们应该跟苏联恢复关系，为什么？1、2、3。这边兜里装的是我们不应该跟苏联恢复关系，为什么？1、2、3。回来以后先听中央的意思，啊，中央你是想跟他恢复啊，你还是不想跟他恢复？探听好了，我就知道该拿哪边的材料。这个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朝鲜就遇到这个例子，61年，朝鲜大使馆一个新上任的大使，我也不讲他的名字了，在朝鲜大使馆开会，说我上任就一件事儿，传达这个今后中国对朝鲜工作的方针，什么？报喜不报忧。啊，说朝鲜有什么缺点，谁都别跟我说，说了我也不往上报。就是有什么成绩多说。为什么？中央爱听啊。就这种心态，这种工作方针，也是我们造成就是中央对周边国家不了解，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啊，这都是在现实工作当中，我说不是说没有问题，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为什么缺乏知识？
为什么没有经验？主要是不了解历史。你想制定对朝鲜的政策，你都不知道我们跟朝鲜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走到今天的，你制定什么政策？啊，都到21世纪了，还说我们是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什么战斗的友谊，牢不可破的友谊，啊，还说朝鲜是我们的挡箭牌，啊，是我们的战略纵深。现在也有人有这个观点，有这看法，而且对中央也有影响，不是没影响。就现在这事儿出来，你看还想接着这个朝鲜来解决萨德的问题，怎么可能？你要了解历史，你就知道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是研究从09年到现在，你看今年这几年了，7、8年了，刚写完这本书，就是不让出。啊，日文可以出，韩文、英文都有，就是中文不让出。这个一会儿我还得说，这个问题也比较大，不是因为不出我的书问题大啊，就是我们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好不容易有一沈老师研究了，您还不让出，别人都不知道。学者，我们现在写的这个东西，其实，主要是给这个国家相关部门看的，是我承认非常敏感，可能目前不宜什么。其实问题也不大。哎呀，我早就说，我们难不成就是朝鲜不喜欢什么，我们就不能说什么？他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那不是还是1961年那方针吗？早就变了，这情况早就发生变化了。我就举这么个例子，你看，当时是中国跟朝鲜，毛泽东和金日成缔造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但这特殊关系其实也不是50年代朝鲜战争这个做的，一般人都认为中朝友谊是朝鲜战争结成的，鲜血凝成的友谊啊，什么时候流血了？不就是朝鲜战争流血了吗？其实不然，朝鲜战争恰恰是造成了中朝关系非常紧张。中朝矛盾非常大，你以为你替人家打了仗，你以为你替人家牺牲了，怎么做了多大贡献，人家会感激你？完全不是，因为朝鲜人的理念跟中国人的理念对朝鲜战争的认识不一样。1954年10月份，苏联驻平壤大使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那报告里说什么？其他的不讲啊，就是说现在中朝关系多有问题，多紧张。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现在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干部普遍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当中有阴谋，是中国人不让我们统一。是他们不想让我们统一，他们害怕我们统一。这就是朝鲜人对朝鲜战争的认识，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认识。但是因为什么？我没时间讲。你看我那书里写了啊，朝鲜战争那本书里，就是这个51年初，彭德怀下令第3次战役以后下令停止进攻，要全军休整，所以金日成急了。俩人吵了，但是最后斯大林站在中国一边，金日成也没脾气，但是怀恨在心呢，心里别扭，
啊，你彭德怀来了，这部队全归你指挥了，什么铁路全给拿走了，啊，很没面子嘛。这个心理受到伤害，很多问题，战俘的问题，这个什么向南方派游击队的问题等等，就中朝矛盾都非常大，所以朝鲜战争以后其实关系非常紧张。是后来一直到58年，中国把志愿军都撤回来了，中朝关系才好起来，不是一开始就好。那么在1958年到1976年这个当中呢，这个中朝关系确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可以说，朝鲜要什么，中国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按毛主席的话说，那就是我们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因为毛的一个理念什么，我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金正日来了，见了个江泽民，说江总书记，你给安排一下，我要到东北视察。江泽民就觉得挺奇怪，说视察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上级到下级检查工作叫视察，您那不是视察，您那是访问，不视察。我爸跟我说的，东北都是我们的。江泽民当然就晕了，说东北怎么成你们的了？这话还不是我爸说的，是毛主席跟我爸说的。所以江泽民下来就回来就得问呐，到中联部说你们查这是毛主席是说过这话？人一查说报告总书记查过了，毛主席确实说过，而且不止一次。所以中朝关系在毛泽东的这个头脑当中、理念当中，它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仔细的去查了一下，毛确实说过类似这样的话。1958年到1964年前后讲了5次。他什么意思呢？我给他概括一下啊，大概有2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讲什么呢？一层意思是讲啊，说我们的祖宗说中朝边界在那个鸭绿江，你们的祖宗说中朝边界在辽河，啊，现在都把你们赶到鸭绿江南边去了，怪可怜的。但这不是我的错，啊，是封建主义压迫了你们，啊，都是唐太宗、武则天、隋炀帝，都是他们干的。我不是把天池给你了吗？啊，你仔细回味毛这话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讲，这个过去封建主义压迫了你们，欺负了你们，啊，现在嘛，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我来替祖宗还账，啊，天池你要吗？拿去，长白山你要吗？拿去。没有问题，这是一层意思。但是他为什么这样想，一会儿我解释。还有一层意思是讲什么呢？说将来打起仗来，东北我就交给你了，讲金日成，啊，说东北这个地方好啊，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这个你不是缺人吗？到这里可以招空军，也可以招海军，说你不但要熟悉这里的山川地形，还要熟悉这里的干部。所以63年啊，金日成真的到东北视察了一圈，东三省走了一趟。毛让邓小平去陪着他，邓小平到了沈阳，就把他交给宋任穷了。走到每个省都是司局长以上干部，全都轮番接见。毛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将来打起仗来，这东北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就好好替我管着这块地儿就行了。那，你把
他这两层意思仔细这个想一想，理解一下，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领土啊、边界啊，在毛泽东的头脑当中其实不重要，只要你跟着我就行。你都是我的，给你点地算什么呀？不是这样吗？这什么观念啊？天朝观念。其实越南也是这样。除了这个，它因为天朝观念嘛，它没有边界的概念，哎，就是给谁管辖而已，是你管点还是我管点？这不是？你看雍正6年发生过一件事儿，跟这这个很相似。当时这个安南王就是越南王啊，跟这个云贵总督打起来了，打起来为了一块地。哎，他说是他的，云贵总督是他的，俩人打到朝廷了。那个雍正就一批说这事吵什么吵？对，一分，你给你80里，给那个安南王给你80里，给云贵总督40里，完了。那云贵总督就上一折子，说我这个没问题，说那个安南王他那80里啊，他还不满意，还想把我这40里要去。这个雍正就批了一大段话，大概意思就是朕统御寰宇，啊，这天下都是我的，啊，这个地我想给谁就给谁，我给安南王就是外藩，给云贵总督就是内地，如此而已嘛，区40里有什么好争的？哎，刚批完，人家安南王折子上来了。人家不是不满意，人家对朝廷感激涕零，啊，说这个中央这么信任我们，把这土地交给我是吧？我们一定要世世代代替朝廷守好这块土地。雍正一看，哈哈大笑，高兴了，大笔一挥，那40里你也拿去，替朕永守之。毛其实就这意思，金城、东北拿去，替朕永守之。所以，那个时候缔造的那种关系，它当然还有很多具体的现实的原因，比如中国跟苏联的这个矛盾，哎，这个要争夺朝鲜等等，啊，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它还有现实当中的这个需求、安全的考虑等等，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缔造的这种关系，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关系，它到了邓时代就已经完结了，就已经改变了，就已经破裂了、破灭了、没了。3个标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当的事儿啊？第一，中美关系缓和。中美关系缓和，中朝之间的外交战略利益就发生了分裂，不是吗？你想想，人家朝鲜正在跟美国刀对刀、枪对枪跟那儿打呢，你越过他，跟美国握手言和。在朝鲜人看来，你是不是背叛呢？当然是。尽管毛在世的时候，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平壤去给金日成解释啊，什么这那的，啊，金日成当然也比较灵活，他比越南人强，越南人就不行，你跟他好就别跟我好，跟我好就不能跟他好，你选一个。那当然。那当时毛其实为什么要跟美国和好？主要是跟苏联闹僵了。那么跟苏联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讲。这样苏联又跟中国这个邻居，所以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珍宝岛一仗打下来，毛泽东就知道
中国根本顶不住苏联，再别说核打击。所以必须拉住美国一块抗击苏联。那么这样子呢，你的实际上就是朝鲜和越南都在跟美国打仗，啊，而且他们是希望靠苏联的支持来抗击美国。你现在是拉着美国抗击苏联，这不是整个外交战略的分裂了？尽管毛在世的时候，他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他不愿意放弃革命的理念，啊，还要继续革命等等，但是他也摆脱不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困境，他没办法，现实要求国家安全利益要求这样做，但是他的内心，他的理念又要他领导世界革命。领导世界革命革谁的命？不就是革美帝国主义的命吗？啊，你现在跟美帝国主义眉来眼去的，人家心里是不明白啊。我们那会儿也不明白，那会儿孩子都是怎么美国总统怎么会到中国来？不是一直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吗？那会儿都不理解。那中央解释就是美国投降了嘛。美国打着白旗来的，尼克松访华以后，那个有一记者团跟着来的，然后到北京郊区采访，碰一个大公社的一个党委书记啊，不是什么主任，问说你对那个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有什么感受？哦，那答得好，说美国总统到中国来太好了，和我们一起干革命嘛。后来这翻译就没敢翻，怕翻了美国人笑话，说你说这中国人，啊，后来报告送上去，周恩来还专门批说做得对，不能翻这话，就说明这个毛做这个决定确实引起了很大社会上这个思想的混乱。但是到了邓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邓小平跟美国这个拉关，你看，所以毛你看72年这个上海这个公报，一直毛在世的时候，中美一直没建交，就谈不成。其实双方都想脱，都有问题。毛坚持要在上海公报里写上革命2个字。你可以想念他那个，其实他不是真的就想跟美国和好，哎，他没办法，你不利用美国抗击苏联的，对中国威胁更大，啊。但是到了邓就没这个困惑了，邓小平上来就是什么姓资姓社先扔一边，先把这个经济搞好，先赚钱再说。所以搞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个对谁开放？不就是对美国开放吗？所以李慎之问他们说：“咱们去美国干嘛去？”说：“这还不简单吗？二战结束以后，跟着美国的都富了，跟着苏联的都穷了。”他当然清楚，你要搞改革开放，你不跟美国搞好关系，你这个国际市场怎么打开？资金、技术谁给你？那会儿都封锁你呢。所以，邓做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走的这个路子，跟这个毛其实已经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虽然他是沿着毛的路子往前走，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这种这个外交的战略，那就彻底的和朝鲜划开了。第二个标志，经济关系也完了。啊，毛那会儿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邓小平不是搞改革开放，你搞市场经济不算经济账哪行啊？啊，83年，那个金日成送了一批米格飞机到中国来，大修，啊，到时间了给大修一下。这飞机都是毛主席当年白给的，修一下。
中国修呢可以说您得给钱啊，飞机都是毛主席白给的，修一下还要钱，咱们还是兄弟吗？那不行啊，说我们这工厂都承包了，啊，你不给钱谁给钱？总得有人给钱吧？那会儿不是都搞承包制吗？搞成本核算，所以这事儿就闹大发了，找外交部，找经贸部，你从哪儿？你不是朝鲜也不给钱，国家得给这笔钱，要不然你让企业承包就没意义了嘛。啊，这报告层送，最后送到邓小平那儿去了。总理，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邓小平好办，拿过来啪提2行字：我们也是军火商，我们也要做生意。邓小平。不是说邓时代没有给朝鲜援助，也有，哎，特别是在85年以前，因为那个时候中苏关系还是很紧张的，到89以后，当然情况就变了，啊。但是总体来讲，你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原来无产阶级国日主义那一套就行不通了，所以中朝之间经济关系也不存在，也没有任何特殊性了，大家都一样，啊，都市场经济，都得算账。最后一个，第3点，政治关系，到1992年也完蛋了，破裂了。知道什么事儿吧？中韩建交啊！90年，当时戈尔巴乔夫下台之前，跟韩国建交，金城非常紧张，到中国来，找这个到沈阳见了邓小平，带着江泽民一块儿去的，跟那个戈尔巴乔夫谈，不跟那个金日成谈。金日成说：“我来见2位就一件事儿，啊，你们千万不能学苏联，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跟韩国建交。朝鲜几十年的发展就2个支柱，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特别是在60年中苏分裂以后，俩人抢着援助他，啊，生怕给钱少。现在好，苏联咔嚓撤火了，人家跟韩国建交了。金日成说这就是出卖，啊，我希望中国千万不要走这条路。如果中国要跟韩国建交，那我们就彻底孤立了，我们就没活路了。邓小平，老金放心，没问题。说我们跟韩国就是做点生意，最多就是在汉城建个这个商务代办处，回去没事，走了。其实那个时候中韩已经在秘密谈建交。邓小平不是真心想出卖朝鲜，他是中国利益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因为天安门事件以后，就89这个动乱以后，整个美国和西方封锁中国，啊，那你这改革开放还怎么搞啊？你整个这个国门都把人给封了，啊，没人跟你来往了，你怎么搞？改革开放，你对谁开放？你开放人家关门了，啊。国内这会儿也有问题，但是国内的问题好办，邓小平、南巡一个讲话都解决了，不跟着我你就走你的，开路，啊，没人敢。那外国人不行啊，谁听你的啊？您一句话，全世界都跟着您转，怎么可能？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韩国，因为韩国那会儿特别着急。说眼瞅着日本周围的德国什么欧洲都跟中国做生意全发了，你说我们就守着中国边上，这生意做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国家关系，没有外交关系，私人商贸就是小打小闹嘛，是不是？啊，你非得有国家层面，有了外交关系，这生意就做大了，所以很积极。哎，中国就看中这个，通过韩国打开一个缺口，来
破击苏联这个西方的这个封锁，所以也是中国国家利益之所求啊。你也不是说，非要治朝鲜，但是这一步走出去，中朝关系就彻底完蛋了。它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没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就是这一段呢，是我讲了这么多，是这么多年研究出来了，没研究出来的东西太多了。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我看一下啊，现在中国周边研究的这种状况，可能中苏关系好一点啊，因为有那么多俄国档案，而且这个中苏关系动手的也比较早，这个好一点。那么最近中朝关系我这儿做了，中印关系我们研究院戴朝武老师做，我看还是不错。就整个中国跟印度到底怎么回事儿，一直到这个中印边界战争，怎么打起来的，后来怎么停啊，怎么样的，其他的几乎都没有研究。问题呢，一个，我想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历史学家，这段历史对中国的现实这个政治现实国家利益又这么重要，为什么没有人研究？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没档案，档案不开放，那手那点东西，生怕人家偷了去了，哎，你没档案怎么研究啊？历史研究就是靠档案，主要就是靠档案。当然，口述这个史料也很重要啊。首先是档案啊，因为档案它比较系统，哎，它比较全面。口述嘛也很重要，但是它一个补充。大概这个档案和口述史料都是属于第一手史料，哎，搞历史研究必须用第一手史料，第二手史料是比较重要，但是没有第一手史料，这课题是没法做的，是不能做的。所以你如果不开放档案，怎么做啊？90年代还好点，97年我去新疆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三区革命的档案，跟苏联什么关系啊？这个自治区档案馆，当然也走了点关系喽，没关系也是不行的啊。但那会儿还可以看，我还去了伊犁档案馆，看了当时这个伊塔事件的时候，这个新疆人怎么往苏联跑的。现在门儿都没了，好在那个是90年代，我去了新疆档案馆、内蒙、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整个把这个周边的档案馆我都跑了一遍。后来就越来越紧，所以没有档案呢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第二个问题，敏感。就算你写了，他没人敢给你发，没人发，你怎么算成果？没成果你怎么生活？作为一个学者来讲，当然是很重要的，对吧？您。像我们高老师写个书，人愣不给出，急的啊，什么事了？那你怎么办？现在就出现这问题了，就是
你这个国家政策必须得改变。这东西是不是国家需要？是国家需要，但你又不给学者提供研究的环境，人家怎么研究？有几个项目老沈，啊，我是无所谓发不发，你我也无所谓，反正我就研究着好玩呗，是不是？我就感兴趣，我就爱干这个，啊，我也不在乎了。但是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需要给他创造一个环境。你不弄这些，你不弄那些，你还真的就是干着急。去年，中办打电话来，说果敢怎么回事儿？历史怎么成因？这个当时怎么弄起来的？马上要个答案。出了事儿了，您知道着急了，早干什么来着？你早不让研究，啊，将来这事儿少不了。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急来抱佛脚，啊，出了事儿了，想起来了，哎呦，我们能，这东西中国是个大国，要我说呀，全世界犄角旮旯都得有人研究。这国家用的时候，你能拿得出来啊？你现在想起来了，过不了哪天，那个缅甸克钦出事了，这又来电话说克钦怎么回事，都没人研究。后来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们搞缅甸史的，是不是赶快把这个问题弄弄？都沈老师，这事儿不容易，得从明朝开始做起。是这样的，这个历史研究你就追根寻源嘛，你得一点点倒这事儿。你都不清楚，你比如我们处理南海问题，我想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历史知识造成的，啊。还有这个钓鱼岛啊什么什么，你说我跟他们外交部的、中联部的都聊过，我走到哪儿都是大使馆跟他们谈，他们都不了解。这个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他的工作不是研究这个，他的工作是说来也笑，他说其实我们大使馆现在全是迎来送往。啊，一会儿咱们国家哪个省代表团来了，中央来代表团，一天大使就忙活这安排吃啊住行啊，全是这事儿。而且现在出国越来越多，啊，就算是他们有一些科研部门，它里头大使馆都有这个叫什么叫政治处啊，专门研究这。也是研究现实问题，他也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素质，因为做历史这玩意儿，这要专门训练的，不是找个人低了个脑袋就能做。他有一套方法，你得学会了，你才能钻得进去，才能拿出真东西来。你说外交部行吗？中联部行吗？安全部都不行，都不是这专业。所以，历史学专业的老师就非常重要，这研究者就非常，你本职工作就是做这个的。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想现在应该国家看到这个问题了，要不然他去年不会批我这个国家给个国家特别委托项目。专门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这个历史，而且我提出一个，就是先做档案，因为你没有档案，你怎么做？你中国档案现在又不开，你说我现在去哪儿那么没用啊？你跟人说半天，这不是中办下命令，谁敢给你看？谁也不敢啊！到时候他犯错误了，你倒写条文章出来了，他进去了。是他人家是不干，所以这个嘛，我们作为学者来讲，你就不能这个等着说这档案开放了，我们再搞研究，那哪行？
我的想法就先从国外做起，你不开人家开，材料非常多，那还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这个工作，因为我走了一圈，我看还是大有可为。比如，现在先说俄国，我20年前就是从俄国下手，就小有收获，现在俄罗斯第2次解密高潮来了。去年我跑了几家档案馆，发现俄国现在又穷了，他一穷他就动这脑筋，是吧？你卖点档案吧，美国人还不行，跟美国闹得僵，不给美国人，专给中国人。中国现在还有钱，我说我们没别的，就是有点钱。您呢，就是没钱，有点档案，这咱俩不是互通有无吗？真的很值得做。你想啊，有个什么关系的？为什么俄国档案对我们这么重要？因为当时啊，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50年代到60年代，还包括40年代后期中苏这个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都反映在他们之间的交往当中，都反映在外交部的档案当中。所以你比如说朝鲜档案不开放吧，俄国档案里头都有，因为朝鲜人天天向人汇报。我这次写这个书，70%用的都是俄国档案，天天汇报，什么就是中国档案不开吧，他那个档案开，能顶一大半的作用。基本上这事儿是可以搞清楚的，再加上一些中国档案的回应，所以大体脉络是可以描述出来的，有些细节是有问题，特别是你看他那个经济档案馆，俄罗斯经济档案馆，中苏经济关系的档案几千个卷宗，现在都没人做。我们是做了一点研究，但是这个远远不够。你看我们写的中苏关系史纲也好，什么冷战，这个什么，都是大面上的，政治外交。你真的细节当中，我们现在知道多少？中国核武器怎么来的？苏联到底当时给中国的援助那个技术程度到了什么一个标准一个境界，不清楚。中国对这个苏联对中国的这种经济援助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在只知道个156项，还是个大概齐。但是我看了他那个经济档案，那真是系统的，就每天的这个合同那个合同，这个进关那个出关都有，这个就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中国跟苏联关系很细致的、很基层的这个状况都能搞出来，还有我们的教育。文化，这些其实都有很宽阔的这个研究空间你不要以为这个沈老师都写了书了，这个没什么，不是。我跟你讲，遍地都是处女地。中俄关系、中苏关系也是这样，中苏军事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有哪本书拿出来？没有。现在这么多档案，中俄关系呢是没有太多的敏感性的，也不是一点没有。
那个也有。你说，那个俄罗斯远东人为什么怕中国？这还不是个历史问题吗？啊，你网上一天到晚让我们那150万平方公里啊哪儿去了？那你说俄国人怎么想？他当然有这问题啊。现在大家都骂江泽民，啊，说他们卖国什么，这其实不对，不公平。啊，江泽民不过就是个签字的嘛。啊，江泽民和这个那个什么叶利钦签那个边界条约，那其实就是64年周恩来谈的，内容一样。只是周恩来谈的时候，64年周恩来谈的时候呢，是把那个黑瞎子岛给悬挂了，其他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我说的是东段啊，就是中俄东段边界谈判，64年谈的就是东段，因为东段就是60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在边界问题上就反映出来。边界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它永远是一个导火索。只要两国关系不好，要打仗，全是边界问题的借口。你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的。咱们跟越南打不是也这问题吗？中越什么侵入边，那都是借口，就是没签边界条约，就总有这借口。那德国人发动战争全是这个，啊，所以那会儿呢，中苏都非常紧张，因为边界老闹冲突，你都说不清这地儿是谁的，没划界，啊，你在这巡逻，他也在那巡逻，俩人关系好没关系。那会儿50年代，两边都不巡逻，你愿意来你就来，你愿意过你就过，反正咱是兄弟国家嘛。共产主义一实现，这边界不就没了吗？咱费这劲干嘛呀？哎，关系不好了就出问题了，边界冲突就频频发生，所以苏联就提出来，咱们还是赶快签个约。其实呢，中苏都有条约，那什么爱辉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早就有，它关键是边界这个问题，有条约是没用的，你得看界，没看界，这个条约有什么用？这个谁知道38线在哪儿？那是地图上画的，啊，北纬38度线，具体到哪儿，你哪知道？那会儿朝鲜人他都不知道，啊，说你们家是南朝鲜还是北朝鲜不知道，必须得看界。中印怎么打起来的？就是没看界啊。就大家知道喜马拉雅山有条麦克马洪线，但是这线在哪儿不知道，没打桩啊。结果双方军队一到那儿，肯定就打起来了。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这是说不清的。所以64年谈，双方都有这个要求，都想安稳，啊，别因为边界，两党分歧，观点不一样，吵吵就算了，咱别真动手，啊。周恩来也是这意思，咱们赶快谈挺好，苏联人也都同意了，说什么主航道、中印线是你们的，全给你们，所以珍宝岛、七里沁岛那全是中国的，都给了中国了。周恩来挺高兴，草案交给毛主席了，把苏联专家送到北戴河游泳去了，说等等好消息，毛主席一批，咱这边界条约就成了。好，这边给了毛，那边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正看呢，这边界条约怎么回事？毛突然接见日本这个社会党代表团，佐佐木耕三，说你们日本那北方四岛这么大一个地儿，还跟那俄国人吵，老毛子欠着我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笔老账早晚有一天我得跟他算。第二天香港就登出来了，那苏联人给你签什么签？说是中国人搞什么名堂，这边跟我们签协议，那边要算老账，啊，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中俄边界条约都签了，您还老记着那老账干嘛呢？俄国人担心，其实就是担心这个。他远东缺什么呀？就是缺劳动力嘛。要开发远东，中国有什么？中国就是劳动力多嘛。现在还差点，现在人都懒了，都不爱干活了。50年代那会儿，中国劳动力非常多。54年，赫鲁晓夫来，这个见毛泽东，那会儿带了一个大礼包啊，那会儿给中国，因为斯大林一死了，赫鲁晓夫觉得自己底气不足，啊，这个社会主义阵营要维持，必须得拉上中国。毛主席那么伟大，又有经验，是吧？咱得对中国好点儿，这个主动归还了旅顺港，啊，这个4个股份公司的什么股份都让给还给中国了，然后又贷款了，又是增加援建项目。结果问，哎呀，说你这个满意吗？毛主席说，哎，满意，很不错，啊，你看看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可以帮助你们嘛。赫鲁晓夫想了想，说我们呀就是缺人，啊，我们这个远东啊资源非常丰富，没有劳动力。哎呦，毛主席说我们这儿人多，怎么着？先给你1000万。赫鲁晓夫1000万，先来100万吧。回去人家外交部跟他说总书记这事儿不妥，怎么不妥？那远东原来就是中国的，啊，现在他要来100万人，他要不走怎么办？哎呦，赫鲁晓夫说这事儿他妈的没想到，但是两国领袖说了的话，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放弃。我看1955年，国务院还下通知，动员山东、河北、内蒙、山西大量动员去这个苏联远东开发去。苏联慢慢就不积极了，因为他害怕呀，这事儿哈，您这100万人，这来这儿别多，在这儿搞第2代，那不全成中国的了吗？就。后来我找了个研究生专门做这个题目，我说你去调查一下，因为我看了国务院的文件，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后来到底怎么落实的不清楚。哎，最后他去了，因为他那个中央发那个通知，那几个省我就到所有的省去调查，也就是最后去了2000多人吧，也就是，这事儿就无声无息了。所以，就是中俄之间有些问题其实都是很敏感的，你要不了解历史呢，你也不知道。其实你了解历史，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事儿。他们远东人为什么怕中国？就是怕你把那地要回去嘛。我是说，我们现在有些，特别是网上不知道弄的什么，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非常，这个东西很要命，没任何用，哎，你就自己这个出个气儿痛快一下，啊，你说就是你的了，啊，你也就是嘴上痛快痛快呗，但你造成这影响很不好，人家一天到晚就担心这个，哎，你还故意捅人家这个肺窝子，是不是？蒙古也是这问题。啊，一天到晚讲这外蒙古怎么着了，怎么？这个东西你有点法律常识哎。中蒙是签了边界条约的，啊，是不可能的嘛。啊，那会儿我去蒙古那会儿他们还盛传说，蒙古人都想回来，鬼才信。他怎么可能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想回来？有个别人想回来，那是因为那边经济差，你这边经济好，他想回来赚钱不假。哎，现在分的趋势是大的，啊，和趋势，我除了
世界大战，怎么可能？所以我们有时候网上搞一些这个没用的那个民族主义情绪，这个其实是坏事儿了。而且我们对中蒙、外蒙古那个分离出去，那个很多人的这个知识也是不健全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不做这个历史研究，那现在其实我刚才讲，也就是这个中国就是中苏中朝这好点儿，包括蒙古都没有什么研究，就是到底中蒙这边界怎么画的，我们现在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中国让了很大的一块土地给蒙古，但是为什么让了多少，从哪儿让的，怎么让的，不清楚。我只看过一个文件，就当时签条约之前，这个周恩来和泽登巴尔的会谈记录，那还是俄国档案记载的，就到底蒙古这么多年，就是苏联从1921年进入外蒙古以后，怎么在这儿搞的动作，还有唐努乌梁海的问题，现在好多问题现在都不清楚。我去那个哪儿，就是那个，我一下就是，这一下忘了，就是贝加尔湖旁边那个。乌兰乌德，对，哦，就为了看档案，总统接见我都没去哦，就安排重了。我这边跟档案馆联系好了，那边说马上换衣裳，总统接见。我琢磨半天，算了，总统不见没关系，档案咱得看。很多，就是因为他就是个蒙古，几乎就是蒙古族嘛，就这方面的材料，其实远东啊特别多，还伊尔库斯克，第二个，我觉得开放最多的就是蒙古档案馆。现在蒙古档案馆那个材料，我去看了，哎呀，真是不得了。关键现在就是，他不大愿意让中国人看，所以我去看，最后我们弄都是找的蒙古人，就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目录，由他们给我们复印出来，那个量非常大。整个从20年代，苏联怎么进入外蒙古，后来外蒙古怎么分裂出去，然后这个蒙古怎么苏维埃化的，然后到这个1947年，蒙古又怎么策划内蒙古分离出去，然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蒙关系来来往往，哎呀，这个我是真是岁数大了没精力，我真想做这个。我要年轻点，我就学蒙文，这个太好了，你看那好材料，我是激动万分啊，就是心有余力不足了。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同学们有这个志向的做这个，那你一做一个准儿，你要做一年2年，你肯定出名。没人做过嘛，这东西全是新档案，你想想，你马上就能开出一片这个处女地。我们周边的韩国档案没有问题，日本档案没有问题，这都是比较规矩的。韩国、日本是比较规矩，您到那交钱您就拿东西，很方便。上网上都能，你想要什么网上都知道。我们现在买日本档案，这去都不用去，你就网上看要这个，一个电话过去，一交钱，呱唧弄一光盘给你寄来了，很方便。柬埔寨现在也开放了，你看现在要做红色高棉，好机会，
因为柬埔寨审判这个，就是原来红色高棉他们那个谁，乔森潘啊，什么什么，就那些人，而且审判完了，所有的档案全部放在一个小档案馆，然后美国人出了一笔钱，给把它数字化了。你去那儿随便印，啊，你只要就是你花个钱就租个旅馆。我去了2趟，先是国家档案馆，一会儿又后来专门找到这个红色高棉这个档案馆，我们正在弄这批材料。你说你中联部这个档案不开，人家红色高棉全开了，你不给看人家什么邓小平跟他妈那个什么的波尔布特谈话记录，张春桥跟英萨利谈话记录，中国给红色高棉的那个武器清单全有。我去那个档案馆，就中国援助他们的那个光那蓝图啊，那图纸就那么一扇墙，全是密码，全是图纸，自来水厂、电厂什么。有几个人做过柬埔寨的这个研究，外国人都没有，你别说中国人。缅甸档案馆不规矩，但是呢，这个有空可钻。规矩有规矩的好处，这不规矩也有不规矩的好处。你去缅甸档案馆说您这档案开放吗？不开。你过去，酒喝好了，再有点什么什么，开放吗？随便看。现在东南亚好多国家都是不规矩。我3月份我们要去缅甸，跟他们那个档案馆馆长都说好了。有些国家呢是有关系就可以，斯里兰卡我也去了，斯里兰卡的档案呢也是比较开放的，这斯里兰卡的国家比较规矩，挺奇怪，所以斯里兰卡的，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也没有人做。我就纳闷，你中国10几亿人呢，那历史学家还不得10几万、20万、几十万，我也没算过。总而言之，一抬眼全是历史学家。但是这么多处女地没人开发，就你周边国家呀，我们都不去研究，这国家养着你干什么？你说斯里兰卡重要不重要？人家这些岛国，真的在中国、印度、尼泊尔非常重要。想当年那班达拉奈克夫人那也是不得了的，在中国影响多大啊！我们去了几个那个展览馆看，人家记得还挺清楚。所以这个泰国也是比较规矩，就泰国的档案馆呢，也是你坐那儿慢慢看。我派了个学生去了1年，他想要的东西都弄到手了。有些国家呢是，有对中国有敌对情绪的，是有些困难。比较典型的就是越南和印尼。印尼的现在档案不开放，特别对中国人，但是他们下个月不是这个春节过后，他们那个印尼档案馆的馆长要来，我已经安排了，要好好接待哦，接待的好就什么都有吧，是，但是有些国家吧，你再怎么接待也没用，太落后。要不然就太乱。你像我现在看周围比较难做的，像尼泊尔档案到现在都没整理过。我上次专门还见了他们总统，我说为了中尼友谊，我就想做一件事儿，我帮着你们整理那档案。
谈挺好，结果总理下台了。这个慢慢做，这个还是落后不怕，其实，哎，落后嘛，其实有时候也是个有机可乘的。比较乱的是，阿富汗和这个巴基斯坦，啊，这个，到时候看高老师啊，咱要冒死，要不然咱就去一趟。哎，去还是要去的，哎。要不然你不去，不了解情况，你将来真的国家需要你做这个的时候，你这连情况都不知道。现在我好歹我知道周边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我给中央写那报告，光这个附录比你这书还厚，就讲这个周边的状况，档案馆的各档案馆怎么个情况。中亚其实也可以，特别是哈萨克。乌兹别克，这个也是关系处好了，所以总体来讲啊，我是觉得，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是我们如果不做这个，那就将来就更麻烦。现在做都已经晚了。因为这个历史研究这东西，它不是马上能拿出成果的，你得研究多少年，才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也不能随便胡说八道，什么胡说八道还要历史学家干什么？弄俩记者完了。我不是说记者都胡说八道啊，不是那意思，就是他浮皮潦草，他也能写，他看看也能写。但历史学家做什么？你就根据档案文献，你把这个历史的真实重新呈现出来，那个不容易。那是要下很大功夫的，所以我们现在想做这个工作，也是急国家之所急。我们这个中央民族大学开办这么个班儿哈，从本科生培养起很重要。从学生来讲啊。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钱的问题先不说啊，当然钱问题也很主要。就你上大学是可以选择，一个就是长知识嘛，将来我做什么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要搞专业，那你要搞专业。就得有兴趣，没兴趣没用，再说多了也没用。你说搞历史研究又不赚钱，是不是？你不像那个，你学个银行啊，学个什么投资的，将来赚大把的钱，是吧？这个东西你要自己没兴趣，其实，那将来很痛苦。你有兴趣就，你看我累不累？我每天3、4点起床，都快70的人了，一点不觉得累。就是腰有点累，为什么？有兴趣啊！我每天打开电脑看这档案，眼睛发光哎，那真是吸引你。历史学家做历史研究，就探索未知的那过去。他说过去发生的事，按说是已经发生过的，但是没人知道真相。就跟公安局那个侦探破案一模一样，你想想，不是吗？多有兴趣！所以兴趣是第一重要的。你有了兴趣，第二就是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就得找老师。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老师能教学生，教什么呀？就2条。第一，培养他的兴趣，教他怎么做人，做学问先做人。第二就是教方法，讲知识这个当然也得讲，这个其实这个他自己看书也能长知识，不用你老师讲，人家看的书比你还多，
所以文科这东西嘛，其实我就没上过大学，高中也没上。我觉得看书就够了，找老师就是寻个方法。你有了兴趣，有了方法，肯定能成才。为什么？就是现在遍地都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特别是做世界史，一抓一个准儿。我跟你讲，还真是这样。不出3年，你就是专家，你老师就赶不上你了。就这个领域，就这个专门的知识而言。你看我们现在那么多学生，有搞缅甸的，有搞柬埔寨的，有搞泰国的，哪个都比我强，他的知识我都不具备。你说想赶上老师不是很容易吗？大家成不了，成个专家是很容易的，特别做历史研究，但就有一条，你就得吃得了这苦，你有这兴趣。所以我说啊，无论从这个国家的需要来讲，还是从学术的发展，都应该把中国周边这个历史学这门学问做好。我敢断言，将来一定是显学。你不信？就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现在我们从冷战史，你看我这20多年带着这支队伍，就专门做这个冷战国际史，现在我已经把重点集中2个方向，一个是苏东问题，一个就是中国周边问题。苏东问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轨的问题，这个也是对国家来讲命运攸关啊。怎么回事？原来咱们全是社会主义哥们儿，一个个全变了。为什么呀？你不想想啊？怎么回事？这个其实最终的答案得历史学家去解释。那不是你拍脑袋，我什么书都不看，什么材料都不看，拍脑袋我也能说出个1、2、3，政治原因、经济原因，什么内部的、外部原因、民族原因，什么是不是？你只要足够聪明，坐着啪半天能写出一大篇来，那玩意儿有用吗？废纸，没用。有用的是什么？有用的是你看过档案，你看看从戈尔巴乔夫，其实从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这历史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解体那天的？真正的原因在细节，历史的魅力就是细节。它所有的问题都在细节里头。它这官僚制度怎么形成的？各部门之间什么关系？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你要不深入到细节当中去，那没用，那叫历史学家干嘛呀？用不着你们了就。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问题在学术上讲，将来一定会对中国有极大的贡献。好了，我这个拉拉杂杂的说一大堆没用的话，总而言之是希望，你们将来弄点真有兴趣的想跟我做的，跟我走。好了，谢谢大家。我们很感谢沈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精彩的讲座啊，因为今天是从这个历史挑战这现实挑战开始讲的，而且也是把这个现实挑战，尤其我们周边的现实挑战表现在哪些地方给我们揭示出来。然后呢，从这个历史研究入手，把这个沈老师呢从档案在历史研究中起的作用一点点能够我们展示出来、揭示出来。那么这个研究路径呢，跟原来沈老师一直搞这个朝鲜战争中苏关系中苏之间那个领导人与冷战这些研究路径是一样的。
总的来讲，我是觉得呢，沈老师呢在这个研究领域里面，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就是说给这个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面貌。这个新的面貌的开辟呢，跟沈老师一再强调的，就是说把这个史料、把这个档案、一手档案，当巧妇和无米之炊这样一个比较，可能是很流行的了啊，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把这个展现出来了。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也忘记介绍了，沈老师在华东师大呢，我们原来都知道这个冷战的研究中心啊，刚才跟张老师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呢。沈老师在这华东师大呢，还有一个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科培养方向完全一样的名，基本上是叫中国与周边国家研究中心，又有这样一个研究中心，所以周边国家研究院，对，叫周边国家研究院。周边国家研究院已经现在有了12个单独编制的12个人了。你们赶快去啊！去完了没了？所以呢，这个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对我们学生培养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么现在呢，我也不想说太多了，就是因为我看学生们热情比较高，因为沈老师通过这个档案呢，解密出很多有意思的、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些关系。可能是因为今天我看我们的院长张义军副院长还有殷校长也来了，所以呢也感谢你们在这个雾霾天来参加沈老师的讲座。那么给大家点机会，看有没有问题。我看沈老师是虽然说累了，但是有那么少数的时间，谁要是有幸的话可以有问题。沈老师自己您选，看看谁那个。有这么多啊。谁先举手，谁先来吧。沈老师好，就是我因为现在教着高中，然后我在暑假的时候给学生定了一个课题，就是说你们可以尝试回家跟自己的这个父辈或者是祖父母辈的去聊一聊，看他们对于这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就是做一个口述史的素材采集。就前几天我们去教研院，就晚上给我打了一电话，11点多，他说这个小魏你这个还是先不要做了。因为有家长给告到教委了，说这个是会不会涉及政策红线？当然他说的不是我了，他说反正也在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口述史也属于一手材料范畴之内的，那么我们现在连面对自己这个一手资料的勇气都没有，我们怎么让它存下来以后再去研究？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可能要面对。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些孩子们或者老师们有一定的章程可循？哎呀，现在这个一说也是个政治问题。我是觉得我们现在中宣部有点问题，老是怕这个怕那个的，其实我都不明白怕什么。不外乎就是过去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这个官方历史宣传当中有些东西给遮蔽了，是吧？或者有些东西有点歪曲，有点缺憾，不就这个吗？我是觉得有2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研究和宣传一定要分开，你不能把研究跟宣传搞在一起。宣传它是一个国家现实政治的需要。其实哪国都一样，你不要说美国，美国它也有它的，它可能做的，美国就是比中国做的漂亮，人家多年搞这个新闻自由有经验了，如此而已嘛。他也有他的不想让人知道的事儿，都一样。但是研究不能限制，你研究限制，最终是限制谁？是限制自己。你说周边发生点事儿，最后人家全知道了，当事国都门清，就您蒙在鼓里头。你说到时候处理问题时候你傻不傻？人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让我们国家学者研究，学者不研究，你怎么知道的？你决策者怎么知道？所以这个一定要划开。你特别像朝鲜。你说朝鲜不高兴的事儿，我们连研究都不能研究了，哪有这事儿啊？
他是你爹呀，是你爷爷呀，啊，他不高兴你就不能研究，他提个抗议你就回来就处理中国教授，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啊，你可以，你这个把宣传跟这个研究划开嘛，你有些东西你不要拿到这个市场上去，不要拿到公开的。我们现在第一期项目已经完成了，光那档案40多卷，包括我这本书，你看我写的中朝关系，李丹会写的那个中苏关系，戴朝武写的中印关系，那都是非常厚实的，都是几十万字。特别我这中朝关系，这是不大好拿出来，拿出来那还不就是，哎呦，我什么后果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就说这第二点，就是很多事情，你可以不让老百姓知道，但你当官的得知道，你国家决策者、决策机关得知道。啊，你外交部，我们现在外交部，我们的外交国，我们负责对外这个谈判，我们到联合国去，你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你怎么跟人家谈呢？我都真的替他们担心，所以这个东西，我想这个当然我们也不是，这个中宣部的是吧？咱们也决定不了这个，等待吧，期待吧。因为你有些东西吧，你，其实不是说就不能做。那他有的人，因为每个这么多人，有的人心态是比较特别。我知道，我有采访过好多人，那个有些部门的，他比较那个什么，有些人比较保守啊，但也有很开放。你就是谁要谈，先找谁谈吧。口述这个东西是很重要，你要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部门，因为中国不是光中国，这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他好多事他没档案，他好多会，你比如朝鲜战争几次政治局扩大会，一个字记录没有，你怎么办？10月4号会议，10月5号会议，10月13号会议，10月18号会议，都是决策中国出兵的最重要的会议。一个字儿没有，你不靠当事人的回忆，你怎么知道当天那情况是什么？很重要。谁愿意谈找谁谈呗。好，想问一个，您刚才谈的主要是一些外文的这样的一些档案。那我们比如说学生想要就是培养这方面能力的话，是不是需要从我们这个本科生开始就要培养这种良好的外文基础？那就是我们历史专业的学生主要还是学这样的一些中国历史啊、外国历史啊、周边国家的历史啊等等。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培养这方面的外文能力？或者说我们需要培养到怎样的一个程度，才能够达到阅读这些外文档案的要求？举您的这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院为例，又需要怎样的学生？他们又需要在外语方面有怎样的要求？对了，你说这个外语，这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给你们说几个数字，你们可能都不信。那我最近承担了一个国家重大课题，这马上就结项了。东欧8国社会转型的档案搜集整理，我弄了几十万件，东欧8个国家，8个国家8种语言。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事儿，我就走了，到这些国家档案馆一看，哇，全开放，哎呦，这兴奋激动我自己找的钱，我找了几十万，先把各国怎么都跟他们联系好，人家也挺激动的，最后申请一个项目，一动下来，我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没有外语人才。
我跟你讲，中国做历史研究的，又懂当事国语言的，罗马尼亚1个人，捷克斯洛伐克2人，那个当然德国比较多，俄语的没有问题，其他国家没有。塞尔维亚语没人，波兰语1个没有，阿尔巴尼亚语1个没有。中国呀，你号称你是什么什么啊，什么大国，就这么大，1个人都没有。最后没办法，我们请外国人，当事国翻成英文，我们再从英文再看。你可怜不可怜啊？哦，我现在一做这个周边，发现问题又来了。高棉语的没人，不是说没人懂这外语，有人懂外语，人家不干这。我去这个外国语大学去哪儿了？我还到国外去找人，留学波兰的，留学什么捷克的那些，都没人愿意干这。人家要不然外交部给要走了，要不然中联部要走，那是当官；要不然哪个大公司给弄走了做生意。谁跟你做历史啊？又不赚钱，我就是当导游都比你赚得多。这是国家政策问题，这国家政策应该倾斜。你这么大一个国家，你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你就不知道变动。你给学历史的先给他买套房子，是不是就都来了？还有一个，你专门你派出去公费派出去，当年周恩来怎么处理的？50年代出土中国所有的语言的都没有，都是国家公派。你派你回来就做这个，你回来你搞历史研究，你回来搞政治研究，你去外交部。所以国有这个什么叫国有制，也有国有制的好处，都给你分配。啊，现在倒好了，全是市场，那人家全导游去了，你也没办法呀。啊，你现在这真是就说不是没有，有，但是不愿意做历史。所以我现在考虑啊，就外语和专业来讲，它是这么个关系。如果是外语专业出身的，他如果硕士要不转行，如果他想做历史，一定得在硕士就是你本科是外语专业，硕士一定得转，硕士不转，博士就来不及了。专业是历史的，硕士一定要学2外，因为特别是咱们做这个世界史，或者你做这个中外关系史，你除了英语，英语是个公众的外语，因为英语的好处呢，就是它资料多，就是研究大家都愿意用英语发表，所以你看英语的大体上可以知道这个研究的这个水平，英文的这个水平，这个研究水平可以反映世界的研究水准，大体上啊。但是你要真的想做深了这个国家这个专业，你一定得懂当地国家的语言，你否则的话，你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很难再深入下去了，而且你就很难就得出你自己的独特的东西。所以你要是历史专业的，你硕士的时候一定要开2外，然后博士的时候你就如鱼得水了。材料现在不难找，我刚才说那些材料，你到华东师大去全免费的，随便看。方法我们也是，我们每年办暑期训练班，就训练学生方法。我明天早上6点回去干嘛？就是下午我要有个培训班，我要讲一下午课，就是国外档案的搜集整理，
这个和编辑翻译。因为我们现在这工作到这儿了，我们第1期已经完成了快40卷了。那个这个你看苏联卷20卷，朝鲜卷8卷，日本卷6卷，越南2卷，印度2卷，再加上柬埔寨、老挝，不是老挝，泰国，还有哪儿啊？就将近40卷。所以现在你现在就得定规矩、立规矩，什么你得统一啊等等，好多这个规范。这个东西你要是在硕士的时候要没有这个方法的训练，其实这个因为博士啊就已经进入那个研究阶段了，你就得写博士论文了。写博士论文就是写书哎。所以你硕士不做好这些准备，你怎么读博士？这个读博士跟读硕士，当然我知道中国现在的状况，这个读硕士的好多他不是为了想做学问，他就是马上找不着工作，先捞一个什么，将来好找工作是吧？有点这意思吧？哎，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哎，这也没什么，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对不对？我跟你讲，做历史学的呀，客观上讲，得具备2条件。第一，家里有钱，我没有经济后顾之忧。就中国历史上搞这些，他都是家里肯定是有钱，他不需要，因为历史这东西它是个大器晚成的学问。它不是像你搞数学、搞物理、搞什么，或者是马上就出个东西，靠哲学，哲学是凭脑子，啊，转得快，唰写2篇。你这个历史你不看那些材料，你怎么写？你神仙你也写不出来呀。你不看你就不知道嘛，你不知道你怎么写，你编，那一编肯定错，哎，所以他这个。你像做到我这份上，他是不愁钱了，但您都50、60了，不是吗？所以历史学呢，它是个大器晚成的。所以家里经济状况要不好，说这个父母等着你去养老呢，你这没钱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孩子养不起，那做历史累，那太累。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上讲，这是个客观条件，这个不是说谁有钱谁没钱的问题。第二就是兴趣，有的真的我宁可吃糠咽菜，我也就做这个，我就喜欢这个，那是有病。对，所以做历史研究，您要不然有钱，要不然有病。我是2样都有。所以这个训练，刚才你提的问题也挺好。其实这个训练，真的，你就是下决心，你这个本科毕业以后要读研，你要下这个决心，那你就得准备吃苦去了，准备走这路子。但是做老师的来讲，其实我也知道，这个学生有好多他读研，他并不是将来非要走这个路子，这个你不能勉强人家，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在做老师的来讲呢，其实我就2套方法。你读研，你就拿个学位，我1套方法，那最简单，就给你讲知识，给你找最好做的题目，做完您毕业走人，我也不费什么劲，保证让你过关。但是他要是将来要读博的，那你可得给他精心设计，因为。你不能让他这3年白费，你得让他这3年跟他后续的研究能接上趟。哎，这坑就像挖坑种树一样，是吧？你一点一点扩展，你就给他设计好了，要不然要你老师干什么？你老师就给人挖坑了嘛。啊，还有什么？好。
你们是我都不知道谁，还谁举你举得高，你吧。谢谢陈老师。我先想感谢一下这个陈老师，因为我本人就是我们办的这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键实验班就是第1届的一个学生。我觉得能参与这个是育有荣焉，然后您说能成为一点显学，但是作为一个未来可能成为历史人的人，我觉得我有一点嘴上说来是小小，其实内心看起来是大大的一个担忧。那就是说，比方说在生人口径里面，我们讲一个中国向来是称霸的，但是我们在我从理论上认同，但是在一个历史的现实细节的语境中，我们却发现说，可能在这个毛时代，我们做了非常多输出革命的事情，比方说支持了这个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政权。那么在很长时间里面，我们对此也讳莫如深，以至于到今天您才说有一点小小的材料的一个这个发现。那么我就想说，对于那个时代，您作为一个长期审视这个中朝啊，或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这种革命友谊的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中国革命输出同我们是否称霸的这样一个命题之间的关系？谢谢。这个问题比较大，这个涉及到革命的问题都比较大。革命输出啊，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一种理想，它不是一种政策，它不是，就是，哎呦，我说没事，刚才一下又动着，又拧了一下，就是毛时代吧，他们那一代人啊。真的是有一种理想，因为我父母就是15岁、17岁上延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了一辈子。他们就是觉得，他们要解放全人类，他们要给世界带来光明和幸福，输出革命那是输出幸福啊！你说不是理想吗？那不是一种政策，但现在我们看来，它也是一种政策，你说。我刚才就是没讲这东南亚为什么怕中国，怕什么？就是怕这个。你来不来弄点枪过来，来不来给点钱，那个扶植人家的反政府武装。如果革命时代的时候，那还说得过去，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了，是不是？那就看谁玩得过谁了。我有我的理想，你有你的理想。但是后来啊，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通过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它慢慢进入到这个世界体系当中以后，它的地位、它的角色就变了。因为原来共产党吧，它是一个革命党，它不是一般的在野党，它得通过暴力、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旧的世界。在他那个理念当中，在他们那个理想当中，他们是拯救人类的，所以他们推翻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不代表这个国家，他不代表这个民族。当他掌握了政权以后，其实他是执政党了。他执政党以后，他的地位其实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作为执政党来讲，他们一般都是过了20-30年才体会到的。你看苏联不就这样？就斯大林初期的时候也不是。那二战以后，我要下一本写一本书，就想写这个斯大林怎么转变的，他怎么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一个这个国际政治家，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这种理念的转变，他们现实了，现实以后他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其实中国也是到这个70年代初的时候进入联合国了。跟各国都建交了，马上问题就出来了。你这边跟人那首都建个大使馆，然后底下悄悄给那反政府武装给人钱给人枪，然后推翻这政府，这不矛盾吗？如果你既然进入了这个世界的体系，你就得遵守这游戏规则，要不然你就别进来。就原来不进去可以，说我们不参加联合国，我们自己玩一小联合国行不行？奥运会不参加，我们来一新兴什么
叫新兴力量运动会，是不是？哎，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那是自己玩，不跟你玩，哎，所以两套规矩没关系。你进入这个你就得一套规矩，所以那个输出革命你不放弃也得放弃。75年的时候，那个毛泽东，我看一个毛泽东和拉扎克谈话记录，拉扎克就是马来亚这个总理，马共就是中共支持的。二战以后，完了，这边组织支持他们，这个把英国赶走，然后什么搞暴动，啊，后来嘛，因为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跟苏联都搞和平，叫什么？和平竞赛这个3和嘛，就是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所以，苏共中央、中共中央联合给马共中央发了个指示，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参加政府。就是人家都下山了。哎，当然后来谈嘛没谈成，跟那个马来亚政府没谈成嘛，革命运动也就低落了。后来是到了62年吧，60、61年，毛泽东要搞阶级斗争了，啊，又搞世界，又搞什么，搞世界革命，又鼓动马来亚共产党重新拿起武器，上山打游击，推翻反动政府，又给一笔钱，又给武器，人家又唰又上山又闹，当然也没闹成。结果中国政府倒跟马来亚政府建关系了，建立了正式关系。所以毛那会儿嘛，你想，这个有理想的人吧，他很难放弃自己的理想。毛那会儿就是，他不能说自己不再领导世界革命了，但实际上他已经不能领导了，因为你跟被推翻的那些对象都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你还怎么领导世界革命？你已经加入这个旧世界这体制了，啊，你那新世界在哪儿呢？不是这样吗？但是他现实了，他不这样，中国的安全谁保障啊？这个拉扎克来就一句话说：“毛主席，您能不能不支持我们那共产党？他们一天到晚老给我们捣乱，啊，咱们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了，你在我们这儿也有大使馆，您不能这边跟我们这儿宴会完了回去就发枪，哎，说咱们这关系怎么搞好？”你看毛主席那回答非常无奈，毛主席说：“哎呀，这个事儿不好办，啊，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哪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道理呢？啊，他说您呢就跟他们说一声，说您以后不支持他们了，他们肯定就干不起来了。哎呀，这话不好说呀，说不出口啊。哎，俩人说了半天，后来给毛主席说烦了，最后说：哎呀，反正他们也打不过你，你怕什么？其实啊，真的是这样。当然，到后来到邓的时候呢，他看明白这事儿了。这时代变了，就你过去认为我们生存的时代是革命和战争的时代，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到处煽风点火，哎，唯恐天下不乱，哎，到处发武器，他妈弄起义、暴动什么什么。现在是和平发展的时代。您得发展经济，你也让人家活，你自己也好好活一把不行吗？啊，过去老说我们是最幸福的，全世界2/3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后来有了电视了，后来可以出国了，一看，哟，人家比我们强。这感觉其实最早是苏联人。苏联人，你看，20多年的教育也是这样，说你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啊。其他都在黑暗当中，结果2战一打出去，打到东欧，哇！你看这档案里记载，说一战士回，哎呦，说这匈牙利一个贫民家里怎么有抽水马桶？
说我们这教授家里都没有。说一个什么，又去了一个屋，说挂着地毯，说我们这贵族才有地毯，啊，怎么一个资本主义一个被打败了的国家，比这个社会主义战胜的国家还富裕，生活还好？所以，人的理念就会发生变化，变化以后，他自然就不会再搞这种革命输出。你现在还怎么革命输出？你现在怎么输出？你说，啊，你输出那不就是成了支持那什么什么武装了吗？是不是？这时代变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刚才知道你提这个问题，现在问题我们得对那点事儿怎么说法，是吧？我个人认为，从学者研究的角度，那就得实话实说。哎，你首先得把事儿搞清楚，那你解释是另一回事儿。啊，你可以有几种解释体系嘛，是吧？所以史观它不等于说你这个史实不一样，史实就一个。你不能因为我不想知道这事儿，我把这事儿给它改了。那您还是搞历史研究的吗？啊，所以史实是不能变的啊，你研究就得那样。那你能不能这个说怎么写怎么说？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就从学者来讲，那当然是根据你自己的理念啊，你这个是可以争论的，在这些问题上啊，你有你的解释体系，我有我的解释体系，我们可以讨论谁更有逻辑。反正不是你的史实出了问题，就是你的逻辑出了问题。如果我们俩对不上的话，啊，这个例子我就不举了，那多极了，对吧？但是我们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官方、是政府、是中宣部，他怎么想？因为现在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宣部他脑子有点问题，你不能一概就不让研究，这个是不行的。哎，你不让研究，不外乎就是说我们过去共产党犯过一些错误，啊，我们想掩盖住，这玩意儿你能掩盖住吗？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你还别说外国人都知道了，啊，中国人早晚也都知道，你掩盖它干什么呢？我就很纳闷儿。从当政者讲，我要是执政者，当然我也不可能这样，我就不可能执政啊。但假比如说，就像一个人身上生了疮，你早发现早把它挑了不就完了吗？你非捂着盖着啊，捂这胳膊这又生一个，这儿生一个，这儿生一个，全身都是疮，早晚你得死。你不挑破，就人家给你挑破，但人家给你挑破那天你就完蛋了。所以我想我们的从执政者的角度，是不是能够改换一下这种思维方式？啊，你这解释是可以的嘛，对不对？我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说红军革命的时候，长征的时候。跟国民党打仗的时候，他是觉得他干嘛呢？他在为理想、为正义而战嘛，为理想奋斗，有什么可指责的？啊，他生在那个时代，他有种种的可以去解释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总觉得你当政者，你为什么要去背那个历史包袱呢？共产党过去犯了错误。跟今天也没什么关系，你非要把这扛在我身上，说这也不行，这我得背着，那不得累死你？他犯的错误越多，你们包袱越大。当然，这咱们就课堂上讲讲，我知道也没用，我也不是中宣部长。但是我觉得理念它是应该变。作为一个学者来讲，你当然不让，你就得探索事实真相，要不然还教你干嘛？要不咱别搞历史了。你都当记者，就写点赞赏的文章，完了也挣钱也不少，啊！
当历史学家、当学者，你就是要揭露真相，你这责任就是这个。他问题就是你做出的东西，国家能用上。这就是我的回答。